一张边境卫星图引发印度担忧，密密麻麻、整齐划一，将是印度不具备的战略优势。为何最终是暴露了自己的真实实力？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日前，印度通过卫星图片惊讶地发现了一个事实：从卫星图片上可以看到一些密密麻麻、排列整齐划一的建筑。这一发现也被各大印度媒体争相报道。在国外视频网站上，印度专家甚至专门针对这一卫星图做了一个详细的分析。他介绍称，这是 NDTV 独家访问的卫星图像，经过专家的共同判定，认为这是2020年10月1日所拍摄的一幅图像。但至于为何到现在才被曝光，其并未给出任何解释。在看到印度人如此重视之后，你会不会十分好奇这到底是什么？结果一看会让你大吃一惊，实际上这只是一些房子。据悉，这些房子是建给当地藏族人居住的，是中国扶贫计划的一部分，大约由101栋房屋组成。而印度方面对于这样的扶贫工程却大为担心，他们担心这是解放军的秘密伪装。中国人民解放军成功的伪装成实际控制线附近的民用基础设施，建造了引人入胜的房屋、娱乐设施和道路。在与印度的军事对峙中，这被视为中国加强军事网络的新作战策略的一部分。印度媒体如实报道称，随后他们更进一步地表示，在前沿地区建立这样的一体化村庄，可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赋予战略优势，而且这样的优势就目前的印度而言并不具备。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印度政府是否为如此规模的人民建造了类似的村庄。从印度国内人民的居住现状来看，似乎并没有，更何况是在边境。看到这里，我们似乎也明白了为何边境局势热度一直居高不下。中国一个简单的扶贫工程就能被印度媒体炒作成解放军的秘密伪装，这足以见得印度国内的民族情绪有多高涨。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将印度内心深处的战略不自信给暴露出来。若是印度在边境部署的实力真的过硬，武器性能真的先进，那么也就不会表现出像现在这样惊弓之鸟的丑态。尽管印度在武器装备上确实可以称得上是世界军事强国这一称号，但是这也是掌握在别人手中，靠大量军购买来的称号。目前的印度充其量也只能说是地区强国，依靠买来的武器确实可以在南亚地区威风威风，但是若是与世界一流军事强国争锋的话，印度还是先实现武器国产再说吧。真有实力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对中国的一举一动感到大惊小怪了。伊朗航母杀手连续发射，即使技术比不上东风26，位于波斯湾的美航母也危险了。敬请关注本期内容。据环球时报报道，近日伊朗革命卫队成功完成了一次弹道导弹打击海上目标的任务，一共发射了2枚导弹，并且都准确命中了远在1800千米之外位于印度洋上的靶船。而像这种类型的导弹，最引人关注的当然是他们的反航母能力。据媒体报道称，这2枚导弹的着落点都很惊险，一枚落在了一艘油轮30千米处，而另一枚居然距离美国海军的尼米兹号航空母舰160千米处。其实160千米的距离来说，这枚导弹弹头即使爆炸，也颇对尼米兹号航空母舰造成伤害。而近期，除了伊朗在展示他们的弹道导弹打击海上目标的能力，以色列和韩国等国也都进行了展示。难道一段时间不见，这种弹道反航母技术已经成为了白菜技术吗？其实这个问题还是要看究竟处于什么样的作战环境。像我国在使用弹道导弹打击海上大型目标的时候，比如东风26，由于海域辽阔，所以需要预防目标不断机动，因此导弹必须利用传感器对海域进行搜索，发现目标并且定位后，还需要预测目标的航行方向，然后将这些数据传送给导弹发射车，随后导弹才起飞。在导弹进入大气层后，开启弹头的雷达发现并锁定目标，随后修正弹道再俯冲攻击。而这一系列动作中都存在这一个核心，也就是目标不合作，它会根据情况不断机动，以躲避攻击。而伊朗的导弹想要达到这样的要求，以伊朗目前的工业能力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此次伊朗的攻击目标就是一艘固定的靶船，也就是说，他们的导弹面对的是一个合作的目标。这样的话，对于导弹的技术要求也就要低很多。而波斯湾是一条狭窄的海域，它并没有许多航线可以机动，并且伊朗拥有大批快艇，他们可以将其部署到海面上，依靠人力进行监视并获取情报。所以即使伊朗的反舰导弹比不上东风26，但是它依旧可以对波斯湾的美国航母造成威胁。美国与其北约盟友正在计划袭击克里米亚。粤媒2021美俄很可能将从口战转变为真正的冲突。敬请关注本期内容。最近国际局势都非常紧张，
在2020年，除了中印边境发生冲突之外，美国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局势也开始迫于紧张。由于美国的战斗机以及航母不断的在中国和俄罗斯周边海域挑衅，虽然目前中俄都保持克制，所以都在和美国打口水战，但是越南媒体 Soha 近日报道称，2021年很可能会使美俄之间的口水战变成一场真正的冲突。尤其是在美国没有勇气攻击中国的时候。军事专家萨马德贾在最近对 Politica 的评论中表示，美国及其北约军事联盟的成员国正在为袭击克里米亚做准备，但是美国人的实力不足以在半岛上击败俄罗斯。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一个行政区，它也是俄罗斯唯二的一块飞地，它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从地图上来看，克里米亚半岛位于乌克兰南部，它就像是一个菱形的锥子一样，直直地插入了黑海。这也就意味着谁拥有了克里米亚，那么谁在黑海拥有战略先机，因此它的战略地位非常高。所以当克里米亚公投加入俄罗斯的时候，美国就曾经抗议，并且不承认此结果。萨马特贾认为，全面战争的时代还没有结束，美俄之间军事冲突的威胁将来仍然存在。最近在俄罗斯边境附近的美国人领导的北约演习也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在过去的几年中，俄罗斯和美国的军舰在黑海有不止一次摩擦冲突，而黑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认为是莫斯科的后院。但是尽管美国对克里米亚是属于俄罗斯的行政区非常不满，但是美国也不可能与俄罗斯在该地区爆发战争。萨马德贾认为，美国本身的实力不足以公开反对俄罗斯，即使美国的国防预算比俄罗斯高很多倍，也无法保证美国及其海上盟友在克里米亚对上俄罗斯时能够获得胜利。而美国正处于 COVID-19 大流行的风潮中，经济原本就遭受了重创，而且失业率也创下了新高。那么面对国内如此多的不满时，美国该怎么办呢？美国新政府对这一问题的回应之一，可能是压住新的赌博。例如，克里米亚半岛的入侵将使美国人的注意力从内部事务转移到外部事务。2021年可能会使美俄之间的口水战变成一场真正的冲突。深感中国的压力，为何印度紧急向宗主国求助？星光导弹能否助其对抗中国5支核无人机？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印度防空力量确实落后，深感中国无人机和直升机的压力。虽然印度陆军很早就建立了防空炮兵团，但在整个军事现代化的历程中，一直不算重视防空力量的建设。一方面，巴基斯坦的空军虽然实力很强，但往往疲于和印度空军对抗，无法投入过多力量进行对地打击。其次，双方对抗的战场主要是克什米尔的山地，那里地形复杂，气候条件恶劣，不适合组织大规模的空袭行动。但与中国的边境冲突爆发后，印度感受到了来自天空的巨大压力。这倒不是因为中国空军的战斗机，毕竟中国在拉达克地区附近的机场较少，但中国强大的直升机和无人机部队让印度陆军感到压力骤增。而当阿塞拜疆依靠土耳其的无人机赢下高加索战争后，印度更是如芒刺在背，因为目前2个无人机大国中国和土耳其都是巴基斯坦的铁杆盟友。星光导弹设计独特，这是短期内能提升印度陆军防空能力的最好办法。根据印度媒体的消息，印度巴拉特动力公司已经和宗主国英国泰利斯公司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共同生产英国的星光便携式低空导弹。虽然还未确定引入的时间，但这是印度增强陆军防空能力的一个重要举措。印度为何没有继续引进改进的俄制导弹，而选择了英国的产品？这需要从星光导弹的独特设计说起。英国也是全球最早开发便携式防空导弹的国家，并且拥有丰厚的实战经验。正是在实战经验的反馈下，英国开发了星光便携式导弹。这款导弹放眼全球技术都是独树一帜的。首先，它没有采用便携式导弹常用的红外引导头，因为这非常容易被热焰弹干扰。星光采用了激光导引头，几乎无视已知的所有的战机干扰源。毕竟战机无法一边飞一边放烟雾。其次，他放弃了破片式弹头，因为便携式导弹弹头太小，杀伤力不足。他采用了独特的3枚子弹药设计，助推器上有3枚小导弹。这3枚小导弹除了没有发动机外，导引头、弹翼、战斗部样样俱全。这等于一发就打出了3枚导弹，大大提升了命中率。由于导弹角没有近炸功能，完全是穿透式碰炸。最后，该导弹是便携式导弹中射程最远的，达7公里，已经接近很多直升机反坦克导弹的射程，令直升机无法安全地在防区外发射武器。其次，其速度高达4马赫，几乎令对手无法躲避。星光导弹性能出色，但士兵的肉眼限制了发现目标的能力。
很显然，印度陆军希望星光导弹的高速度长射程可以抵消对手直升机和无人机的优势。但如果印度陆军想要纯粹依靠肉眼去观测无人机，可就麻烦了。从纳卡冲突的实际情况来看，如果没有雷达和光电装置进行远距离搜索，光凭士兵的肉眼要在远距离上捕捉特征不大的无人机非常困难。在纳卡冲突中，大多数亚美尼亚防空兵器都未能有效拦截阿塞拜疆的无人机。如果印度能够引进配备有光电搜索系统的自动版本的星光防空车，可能会好一些。如果只是单兵式的星光，那只能采取伏击战术才能凑效。目前，印度寄希望于自己研发的快速反应地对空导弹，它采用了昂贵的主动雷达导引头以及相控阵搜索雷达。不知道这种昂贵的货色，印度打算购买多少套？当然，中国的武装直升机部队还是需要谨慎。最近，解放军陆航就在训练以无人机进行激光引导，直升机躲在安全处发射导弹的战法。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双方在军备方面的竞争无疑还会持续下去。但依赖外购的印度能否赶上中国的脚步，需要打个大大的问号。